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为了履行我爸20年前的承诺，我潜伏进工厂上班，追求赵薇薇。在我猛烈的追求下，终于把人追到手。我爸特意叮嘱过，不能让人家姑娘因为我的身份自卑，因此我从没声张过自己的身份，就连最爱的迈巴赫都舍了。可面对心爱的女人，我哪里舍得她吃苦？所以就连订婚宴用的酒杯都是纯水晶打造的。我满心欢喜，却在交换戒指时被人生生打断。生产部经理高磊突然出现：“我的女人也是你这脏臭的穷酸男人能碰的。”我震惊愤怒，可话还没说出口，就亲眼目睹赵薇薇和高磊啃在一起。他更是当众羞辱我。段毅，你真以为我会嫁给你这种穷酸的乡巴佬？跟你订婚不过就是为了气磊哥。他摸了摸肚子，况且我肚子里已经有了磊哥的孩子。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镜子看看自己配吗？我胸口不断起伏。赵薇薇是第一个敢戏耍我的人。平复呼吸，我拨通了电话：“爸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赵薇薇不配做我们段氏的少主夫人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要不是念着我爸临行前的嘱咐，我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高磊听了我的话，捧着大啤酒肚就笑起来：“还少主夫人，我看你是梦还没醒吧？”我从宾客席提了张凳子坐在台上：“高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跟我道歉，并赔偿这场订婚宴所有支出的3倍，我就考虑放过你。”高磊却气焰嚣张地抽出一叠钞票甩在我脸上，提起脚就朝我踢来：“小子，你太狂了，这些钱够老子打你一顿了。”我轻点脚跟，一个180度大旋转，将高磊狠狠踩在脚下。“打你一顿需要多少钱？出个价吧。”话落，他捂着脸转过来，正欲开口乱喷，就被我一拳砸在鼻梁上。我拎起他就是上下几大拳，才短短几分钟，他刚才的嚣张气焰就不复存在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像条快要断气的狗。我一般不揍人，要是揍了，定要让那人后悔惹怒我。要不是念着我爸日日夜夜的叮嘱，他今天就不是挨几拳那么简单了。小一呀，出门在外切莫惹事，和气生财之道你要明白。要是别人冒犯了你，你稍作惩戒就是，别真给人弄惨弄废了。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个段氏13帮。高磊不信我一个穷酸流水线组长敢打他，爬起来后就大声嚷嚷，口水四溅：“姓段的，敢打我，不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我就不姓高。”我拍拍手，迎上前：“说吧，你要多少？”他摸了摸嘴角，露出油腻的笑：“1000万，并且我还要你滚出工厂。注意，是滚。”我笑了，既然他那么喜欢仗势欺人，我就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事。我掏出手机拨通电话：“爸，有人抢了你儿子的婚，还要你儿子赔他1000万，外加滚出工厂。”我爸不可置信的声音传来，或许他是真的想不到还有谁这么没有眼力见。谁敢让我段氏少主滚？他问过我段氏13帮了吗？高磊正一脸我就看着你装逼的表情看着我，脸上满是嘲讽和对底层劳动者的轻视。我冷冷道：“我们厂的生产部经理高磊。”我爸嗤笑，而后才慢悠悠道：“让他等着，保证让他满意。倒是你小子，注意着点分寸。我们段氏跟那种有点权势就到处乱咬，不把人当人看的畜生不一样。”我爸意有所指，高磊听了，又像只疯狗似的张牙舞爪，
朝我这边来，说谁呢？你个老不死的，老子给你30分钟，30分钟内到不了这里，老子就废了你儿子的命根子，让你断家真成断家。趁我不备，他抢过我手中的手机，狠狠砸在地上，又伸出脚在上面来回碾压，直到手机爆开肚子，将零件吐出来，他才满意。我当场震惊，心里的火气噌的一下就起来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。高磊，我劝你最好在这30分钟里为砸了我的手机想出一个好的理由。高磊明显不信我，到现在他还觉得我在装。姓段的，没想到你除了爱当接盘侠，还喜欢演戏呢。这杯也是让你装爽了吧？说着，他就站上桌子，挥舞着手大喊：“听着，这混蛋抢了老子的女人，老子非常不爽！在场的各位，今天凡是揍了这混蛋的，揍一拳赏100块。”他话音一落，台下全是兴奋的议论声。一拳就100呢？咱们可是辛苦干一天，也只能赚200块呢。你说咱要是揍了，到时候他不认怎么办？咱找谁去？而且万一到时候这3个人又玩上了3人行，咱们动手了的岂不是成了冤大头？关键是段组长平常也很照顾我们，请假之类的他也是分分钟就批了。有一次我小儿子生病，段组长二话不说就在路边帮我拦了辆车，连车费他都帮我付了。有一次我女儿要生活费，工资还没发，段组长也直接借了我2000。咱不能干昧良心的事儿呀！突然高磊拿起麦克风大喊：“不要再叨叨奶奶了，都是孬种吗？打个人都不敢打，他一个人你们还干不过他。放心，到时候就在我们厂区电子大屏上放录像，谁打了谁没打一目了然。”他这是提醒他们，没打的他可就在心里给他们记上了，到时候要是被为难了，也是他们活该。他话音刚落，原本还在犹豫的人群就一窝蜂向我举着手冲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刨了他们的祖坟。当然里面也包括我让管家送孩子去医院看病的母亲，以及我慷慨借了2000块至今没催着还的父亲。当真是人心不古，在绝对的利益和以往的恩情面前，恩情一文不值。我恨他们吗？好像也谈不上，我只是不明白也不理解。或许金钱确实至上吧，我本可以把拳头挥向他们，但是在那一刻，我的心不知怎地被奇怪的情绪拉扯得生疼。明明我处处照顾他们，事事想着他们，也曾跟他们某些人在月下喝过小酒，街边嗨过歌，可要将拳头砸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他们竟丝毫不手软，唯恐在高磊面前表现得不够卖力。可我怎么可能任人拿捏？我段氏的人从不容人欺凌。我伸出双手，人群被我吓住了，立马退开出一条路来。我迈开腿，腾空2步就落在了高磊面前，手掌做出抓物状，伸向高磊的脖子。他以为我要掐他，连连后退。我嗤笑，话锋一转：“打你的1000万我赔了，这个订婚宴所有支出的3倍，你必须赔给我。”高磊上下打量我，赵薇薇突然凑上前，护在高磊面前：“你休想，是你自己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结果你也得自己承担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当场嗤笑出声，毕竟敢让我当接盘侠，他还真是第一人。赵薇薇，你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你长了张好皮囊，也不是因为你找了个在这个厂里能说得上话的野男人，而是因为你爸叫赵其川。赵薇薇听了这话更起劲儿了，歪歪扭扭靠在高磊怀里：“磊哥，
你看吧，被我看上你就偷着乐吧。我这人魅力就是大，就算什么也没做，也有男人上赶着来。我可从来没跟他说过我家里的情况。我爹都死了17、18年了，他连我爹名字都翻出来了，可见平时没少注意我。说着，他就伸出手指在高磊胸口画圈圈。你以后可得好好对人家，不然我分分钟钟给你儿子找后爹去。高磊立马露出意味不明的笑，将他的手含在嘴里。底下的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惊呼声阵阵。要不说还是咱微微姐牛呢，先引得我们高经理为他折腰，又能让段组长接盘，现在还能让高经理玩起抢婚那一套。什么组长，不就是人小情侣play中的一环吗？连到手的媳妇都能被叼走，他还算个男人吗？往日他们待我多友善，今日说出的话就有多恶毒。显然赵薇薇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，我的提醒倒是又给了他羞辱我的机会。高磊为了在赵薇薇面前装个大的，将赵薇薇搂在怀里，语气轻慢，看在你舔了我的女人这么久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把钱补给你，这样你也好早点凑齐我那1000万不是？我嗤笑，他那生产部经理一个月多少工资我还是知道的。我打了个电话，不到3分钟就有人从外面进来，恭敬地拿出一本账单在我面前摊开。少主，这些是这次订婚宴的所有支出明细，由于您的要求是要低调又不失用心，所有这次婚宴除去对戒共花费514981块2。数字出来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赵薇薇和高磊。不是吧？我没听错吧？确定不是小数点看错了？快打我一巴掌，让我醒醒！高磊像头斗兽，嗖的一下就朝我冲来。你个窝囊废，这功夫花得不错呀，连出钱找托这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就你这穷酸样，能拿得出50万？你当老子是瓜麻子呢？说着，他就又扬起了拳头，可还不等我出手，他甚至连靠都没靠近我，就被我面前的保镖一脚踢飞了出去。我段家的保镖素来都是行业翘楚，他这一脚直接把高磊踢到了门外，而后又捧着账单跟在我身后走到了高磊面前。高磊见了他，连忙条件反射往后退。我蹲在他面前嗤笑，放心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，自然不会对你动手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高总你一样是条疯狗。高磊听了我这话，立马又要发疯，我身后的保镖一个箭步又把他踢飞了出去。我佯装生气，你给他踢远了，我还得走过去。保镖会意，又一个大跨步将高磊重新踢回了我脚边。我轻轻弹了弹被高磊抓过的衣襟，慢条斯理道，按照3倍算，你该赔我1544943块6。我段家素来宽容，给你抹个0，赔我1544943块就行。至于现金还是刷卡，就跟我助理谈吧。高磊明显还不服，伸出手指着我，你个绿毛龟，少他妈在这儿吹牛，以为找个人来就能唬住我，当我是被吓傻的呢？我转身问身后的保镖，你来时我爸跟你说过什么吗？男人低头恭敬道，帮主说只要打不死随便打，我们段氏13帮还赔得起。我转身朝礼堂走去，就按我爸说的办，今天让你奏个尽兴。众人一开始还不信，现在却开始犹豫了。难道段组长真是有钱人家出来历练的少爷？段组长要真是少爷，赵薇薇不得悔青了肠子。果然，赵薇薇见了这场面，连看向我的眼神都少了些鄙夷。
我路过他身边，他还伸出手想拉住我，可还是被我一个不经意闪开了。段毅，你真是富二代！我看也没看在，径直走到花台中间，身后就出现了一把椅子。那个前不久才借了我2000块钱的男人放下凳子就退了下去，边退边讪讪笑道：“段组长您坐，您坐，站着累。果然人一旦有了钱合适，以前看不起你，对你喊打喊杀，背叛你的人都会变得恭恭敬敬。”我坐在椅子上，将右腿叠在左腿上，斜着眼玩世不恭地看着赵薇薇。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反正都跟你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赵薇薇听了，立马壮着胆走上前来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刻意将肩带往下滑了滑，露出香艳的胸脯和白皙的肩。不得不说，她确实长得很有姿色，但是我段毅从不用二手货，更何况是别的男人用过的东西。他抬起手想搭在我腿上，我一个眼神，他就收了回去。阿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都是高磊逼我的，是他趁着我酒醉霸占了我，还威胁我不准告诉任何人。他也不嫌恶心，从前从未这样亲密的叫过我。在当场给我戴了绿帽子后，他倒是开窍了。我垂下身子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赵薇薇，冷笑开口：“可我记得我们认识是在1年前，我追求你是在9个月前，你答应我的告白是在7个月前。也就是说，你一边跟我交往，一边跟高磊滚床单。难怪我几次提出送你回家，你都拒绝。原来是忙着干那男盗女娼的勾当。”门外高磊的嚎叫声一声大过一声，我欲去看看。赵薇薇挡在我面前：“阿义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跟我复合，这个门你就别出了。”说着，他就敲破了一旁的高脚杯，抵在自己脖子上。第一次见有人用自己的命威胁我，我冷笑：“赵薇薇，想死就赶紧。我说过，我看上你，不是因为你赵薇薇，而是因为你有个叫赵其川的好爹。”他见我来真的，抵在脖子上的高脚杯瞬间从脖子上滑落，整个人也滑跪在地上。高磊见了我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别打了。”我抬手示意，保镖收了手，又站回我身后。突然，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，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是个尖酸刻薄的主。果然是高磊那40岁了依旧风韵犹存、摆弄风骚的姑妈，也正是厂长的情妇。她扭着腰肢进来，身后跟着几个提着铁棍的5大3粗的男人，完全没有我段家保镖的体魄。哎呦，谁干的？谁敢打我高金花的侄子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小心我让厂长开了你们！高磊见撑腰的人来了，刚才求饶的狼狈样子一去不复返，指着我就嚷嚷：“姑妈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狗杂种打的我！”高金花掐着腰肢，扯着大嗓子朝我喊道：“哟，我看你今天这2只手是不想要了，来呀，给老娘废了他的胳膊！”他嗓子一吼，一群人就提着铁棍牛逼冲冲地朝我走来，可我站着原地一点没动。我身后的保镖也异常镇定，因为门外正响起汽车的轰鸣声和整齐有素的踏步声。还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，10几辆劳斯莱斯就驶入了礼堂外的广场上。我爸杵着他那根雕刻繁复的百年紫檀木手杖进来，高磊见了忙捧腹哈哈大笑：“段毅，你是要笑死老子啊？就这么个老不死的，你以为能唬住老子？”可下一刻他就被一巴掌狠狠扇飞，他歪着半边脸骂骂咧咧：“哪个混蛋打老子？姑妈，今天一定要打死他们，不然……”他嚣张惯了，
还没有注意到他那瞬间抖成筛糠的姑妈和脸上风雨欲来的姑父。高金花扯了扯高磊，高磊还在捂着自己的半边脸没抬头，不耐道：“姑妈，你干嘛？疼？”男人被气得胸口连连起伏，又抬起脚一脚踹在他胸口上。畜生，还不快跟段先生道歉！高磊被踹懵了，看见厂长李云的时候就更懵了。姑父，你弄错了，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这个狗杂种。一句话又差点给李云气得背过去。众人见了这场面，忙议论纷纷。不是吧？李厂长都称他段先生，看来他还真是富二代啊！看这场面，不仅是富二代这么简单了吧？卧槽！有生之年我也和富二代称兄道弟过，这辈子也是值了。这下高磊要吃不了兜着走了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在厂里作威作福。以后得罪了有钱人，他还有什么以后啊？你没看见李厂长都得给段义面子吗？李云瞪了高金花一眼，看看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侄子，他这是要害死我呀！李云招了招手，两个男人就把高磊架到了我面前。李云一脚踹在他小腿上，他嗖的就给我跪了下来。畜生，还不快些跟段先生道歉，求他大人大量饶你一条狗命！李云这哪是真要高磊给我道歉呀，他这是想在我爸面前保下高磊。我轻叹了口气，道：本来半个小时前道歉是可行的，可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我不接受他的道歉。高磊的火一下子就被我激起了，他激动地直起身体，可还没有站起来，就被李云身边的男人狠狠踹了下去。李云抓住他就是两大巴掌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东南三省商会联盟总坛段家少主，也是你能惹的。我轻扯嘴角，嘲讽一笑：李厂长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，像是我段家无缘无故寻人麻烦似的。你这样说是要负责任的。李云忙跪在我脚边，狂扇耳光：是小人嘴笨，说错了话，求段先生大人大量，饶了小人。我脸上挂起经典微笑表情，缓步上前：来，快起来，我就说说而已。李厂长怎么还当真了呢？一边的高磊立马坐不住了，整个人为了诋毁我简直是见缝插针。他暗自嘟囔了一句：假328。我扶起李云的手立马顿住了。李厂长，您的侄子刚刚骂我什么？假328。段某不才，想向李厂长讨个答案。何谓假328？李云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面目狰狞，朝高磊吼道：畜生，我看你这张嘴是不想要了。高磊忙退后，哭嚎着：姑父，你不是一向最有魄力吗？现在怎么怕了？你千万别被这小兔崽子骗了，他就是不知道去哪儿找了个死老头和几个劳改犯演了一出戏，你怎么就被唬住了呢？高磊恨铁不成钢，一口气差点没顺过来，要不是身边的人给他紧急喂了颗药，今天怕是要被自己那愚蠢的便宜侄子气死。我坐回我爸身边看戏，缓缓道：李厂长，既然高经理对劳改犯这么了解，不如送他也劳改去。要是说刚才李云还想护住高磊，现在就只想快点把这烫手的山芋丢出去。毕竟李云都提醒到这里了，他那脑袋还是一点不开窍，比猪脑子还让人恼火。我爸看了这场面，直摇头，怕是他也想不到现在的后生这么嚣张，还没眼力见吧。李厂长，贵侄被我儿打的那几拳的1000万，我已经送到了。他抢我儿的婚，还言语羞辱我儿这事儿，你想怎么做？李云脑子一懵，道：那按段先生之前和这畜生商量的来，
赔偿所有支出的3倍。我爸听了，忽然大笑：“好，就按李厂长说的来，顺便让门外的挖掘机也准备一下。”李云立马滑跪在我爸面前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直不停往外冒，伸出手又不断朝自己脸上招呼：“是我说错了话，是我没长脑子，还请段帮主再给我一个机会。”我爸当即出手制止：“哎，叫我段总就行，帮主帮主的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段氏13帮是黑社会呢。”李云的身体开始发抖，说出的话也断断续续的。我爸叫人端来了一杯茶给李厂长：“瞧瞧，不就是小辈间有些矛盾，双方家长出来见个面，商量商量吗？李厂长吓成这样，倒显得我们段家仗势欺人不是。”我爸说完就跟我推到了椅子上，一起欣赏这位英明的厂长要怎么处置自己这个便宜侄子。李云终于初步了解到了我段家的脾气，当即就叫来了几个手扣押住高磊，就连刚才高金花带来那几个壮汉，此时也提起铁棍砸在了高磊腿上。今日是高磊这畜生不长眼，冒犯了段先生，作为长辈是我管教不严，今日我就断他双腿，当是给段先生赔礼了。李云一放手，铁棍就梆梆落下，整个订婚宴都回荡着高磊的惨叫声，就连躲在柱子后的赵薇薇也抖成了筛糠。啊，痛死我了！啊，姑父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李云很铁不成钢，身边的人下手越来越重。李云冷声骂道：“畜生，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段先生和段总。”高磊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不服，还有饿狼般的仇恨。他现在一定恨不得将我活活撕成块，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。可惜了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可在绝对的疼痛面前，他还是低下了头，朝我的方向大喊着：“段毅，我错了，我他妈就是个王八蛋，我不该撬你的墙角，我他妈该死，求你发发善心，饶了我。”李云的人停了手，高磊朝我和我爸的位置爬来，因为双腿已经被打骨折，他只能一点一点地挪过来。“段毅，段爷爷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”我眯起眼睛，不悦：“放过你？这是你惹了我应该付出的代价，哪里来的我放过你这个说法？难不成你想让全天下都以为我段家是这种仗势欺人、形同黑帮的存在？你到底是真想道歉，还是别有目的？你最好想清楚。”高磊慌了，连忙给我磕头：“段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抢你的女人，不该当众羞辱你，我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行不行？”我没理他，只是看向我爸，他终于会意，朝我爸的方向连连磕头：“段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白长了一双眼，我不该辱骂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我爸无动于衷，他终于心一横，豁了出去，磕头的力气也越来越大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不该骂您老，求您原谅我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，报答您。”我爸撇撇手：“行了行了，别整那虚的，这辈子都整不明白的事儿，谈什么下辈子？空口许诺谁不会？”见我爸松了口，他又朝我磕头：“段爷爷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饶我一条狗命。”我也懒得听他嚎叫，站起身扫了扫被他那双脏手碰过的裤脚：“行了，别嚎了，歉虽说是道了，但李厂长也知道我段家是生意人，这生意人就讲究个无利不往。”李云听了，忙惊出一身冷汗，边擦脸上的汗渍边低眉顺眼，小心翼翼问：“要不
段先生，您开个价。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我大掌一合，坐回椅子上。既然李厂长都开口了，就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卖你个面子。记住，今天并不是我段家仗势欺人，而是他高磊不仁不义，欺人在先，是你李云治下不严，家风不正。这话一出口，李云就瑟瑟发抖，连看我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倘若今日我不是13帮段义，我爸不是13帮帮主，我就真的只是个从偏远县城考出来的人，是不是就真的只能哑巴吃黄连？认了。李云低着头颤颤巍巍，段先生，此事是我的疏忽，是我没有管理好下属，你想怎么罚都行，只是还请不要累及我的妻儿。我嗤笑嘲讽道，李厂长现在知道妻儿了，我看你温香软玉在怀的时候，不是快活自在的很吗？试图用亲情逼我手下留情，他是不是忘了我也是男人？男人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懂吗？一直保持沉默的我爸开口了，老子不愧是老子，他一开口，那威压就够我在练上10几年了。好了，义儿，别吓唬人家了。我微微一笑，退回他身边。古话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既然李厂长知错了，老朽就再给你个机会。我记得义儿跟我打电话时，高总说什么滚出工厂，既如此，就让高总现在立马滚出去吧。高磊得了我爸的话，立马就转身靠在高金花带来的打手身上，妄图让那打手将他送出去。可他还没高兴多久，我爸话锋又一转，慌什么呢？高总说的滚是什么意思？高总自己不明白吗？说着他就招了招手，既然高总不明白，老朽就好人做到底，教教高总。话落，保镖就立马上前，将高磊的双腿掰向脑袋，团成一个圈滚了出去。高磊的哭喊声顿时在广场里散开。啊，姓段的，我要杀了你那3个字，他终究没敢说出来。高磊的哭嚎声终于慢慢变小，李云知道自己也难逃一劫，等待着我爸的宣判。李厂长也知道，只是逐出工厂这个代价还是不够的，老朽要的是斩断他所有的关系，让他无法再干这行，也无法在海市混下去。听到不是关于自己，李云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就减退了不少，连忙拿出手机吩咐。他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结了，忙巴结讨好我和我爸。今日是我治下不严，扰了段总和段少主的兴致，不如2位赏我个脸，我请老魏和各位远道而来的弟兄吃个饭，就当赔罪了。我爸摆摆手，饭就不吃了，我们段家子嗣单薄，可不敢在你的地盘上吃饭。言外之意，谁知道你憋了什么坏？李厂长也知道是自己治下不严，既然错了，总该付出些什么。突然李云的电话响了，厂长，工厂这5年的账都被查了，会计卷款跑了，我看您还是想想办法脱身吧，毕竟这些年干了些什么，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就先跑了。李云双腿打颤，突然就颠倒在了地上，大声哭喊，段总，您这是要我的命根子啊！我啐了他一口，冷冷道，李厂长要是这些年本分经营，不做假账，不贪污，不受贿，就是把你这10年的账都查了，又能查出些什么呢？李厂长，你这不过是自食恶果。忽然广场外警鸣声越来越近。李云，经查，你的工厂涉嫌税额不清及长期有商业贿赂嫌疑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李云刚才还能强装镇定，此刻知道大难临头，必死无疑，双腿直发颤，竟不慎失禁了。好不容易解决完高磊的事儿，我正要扶着我爸离开，他突然停下，
朝四周看了看。我知道他是想看看故人之子，可赵薇薇实在配不上我爸这么多年对她的期待和挂念。赵薇薇也看见了我爸，忙理了理妆容上前，甜甜的叫了声：“叔叔，您是在找我吗？”我爸这一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在看见故人血肉那一刻，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你就是齐川的女儿。赵薇薇脸上浮起讶然之色，但又很快压了下去，想来是记起了我刚才的话。叔叔，您认识我爸爸？其实相识1年之久，赵薇薇对她那个早逝的父亲根本没有什么感情，她之前都是称呼的爸，现在倒成了格外亲切的爸爸了。我爸盯着他的脸看得入了神，根本没注意到他说了什么。他拉着我的手激动道：“长得真像啊，特别是这双眼睛，简直跟齐川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”我反握住他的手，心疼道：“爸，您太久没见到赵叔了，若他泉下有知这么多年，您依然挂念他，必然欣慰。”许久，他的眼眶才慢慢恢复原来的样子，也松开了握着我的手，仿佛一瞬又变成了那个无坚不摧的段氏13帮帮主。他递给我一个眼神，又回到了赵薇薇身上，方才无奈道：“20年前，你父亲跟我在勘探路上出了意外，临终前，我们为你与一儿定了娃娃亲。可如今赵小姐早已心有所属，我们段家也不能强人所难。今日我就带一儿回去，指望谢小姐早觅良缘，各生欢喜。虽然心中还是有怨，但我也明白我爸对旧友的挂念，所以哪怕赵薇薇玩弄了我爸还是给她保留了最后的体面。”说完，我爸就带着我走了出去。突然，赵薇薇跑到我爸面前，砰一声跪在我爸脚边：“叔叔，您要为薇薇做主。”其实薇薇肚子里早就怀了阿义的孩子了。2个月前部门联谊，我和阿义都醉了，这才犯下了大错，我脑子都宕机了。2个月前的部门联谊，我确实醉了，可送我回去的分明是刘大志，何时成了软娇娇的赵薇薇了？我爸瞪了我一眼：“这混账事你做了！”我顿时就傻了。我那日何时跟你在一起过？赵薇薇当即就抬起手臂大哭。我就知道一定会这样，因为高磊大闹了一场，所以你连我们的孩子也要怀疑。可我肚子里的真的是你的血肉呢，阿义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可高磊威胁我，今天不跟他走，就弄死你。我怎么知道你是段氏少主呢？为了保全你，我只有乖乖听他的话。他这话瞬间成了我跟我爸的不是了。哭着哭着，他又开始捶肚子：“算了，反正连你都不认我们的孩子了，生下来也会被骂没爹的野种，还不如现在就流掉。”我爸向来看重血脉，他这话一出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爸都动了恻隐之心。我无奈，只好看着他得意洋洋地爬进了我爸的车。好几次我提出去做亲子鉴定，他都以孩子太小，他现在受了惊吓，身体太虚为由拒绝，又天天绝食造作，终于逼得我爸把婚事安排在了下个月初。反正结婚前，我是势必要带他去做亲子鉴定的。我自己出没出力，我不知道吗？可就在亲子鉴定前1个周，我和我爸有个重要会议出了国。他在浴室洗澡，就突然滑了胎。他虽天天在我爸面前哭诉，可面色那是越来越红润，想来是死无对证，吃定了能成为段家少主夫人。婚礼那天，他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招摇。短短2个小时，朋友圈都发了30多条了，全是在炫耀即将嫁入豪门，成为富太太。可他还是太小看我段家了，他真当我消失的这1个月，
是拿他没办法，躲着他去了。正当他穿着婚纱高调的在朋友圈炫耀时，婚礼现场早就炸了，卧槽声太大，他终于跑了出来。可一出来，面临的就是他和高磊的大尺度岛国小剧情。屏幕上的日期清楚地显示着，正是他所谓的醉酒跟我一夜情那晚，他崩溃了，蹲在地上大叫，而后疯了一样找我爸，拉着我爸就胡扯：“叔叔，不是我，那是假的。那晚我明明是跟阿义，这视频是假的，一定是阿义。是阿义不想跟我结婚，找人合成的。”事已至此，我爸当初对他生出的那一点恻隐之心早已被他耗尽。看在你是齐川女儿的份上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脸面，现在立马滚出谢氏，我就当你那些肮脏事从没干过，一儿也不会追究你。可他不但不走，还死皮赖脸大闹宴席，将我和我爸痛骂了一遍又一遍。要是他当初就跟我说他是段氏少主，我会看上高磊吗？都是他的错。我诅咒你段家从此断子绝孙，诅咒你们父子不得好死，死后也得下18层地狱。笑话，我隐藏身份，不就是防的他这种所谓娶妻娶贤？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完完就是了，哪里配生下我段氏未来的继承人？我轻点脚跟，一个180度大旋转，将高磊狠狠踩在脚下。下我爸态度坚决，将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。从此以后，有我段氏的地方，她都不准出现。我要她永远消失在东南3省。赵薇薇终于怕了，顿时软倒在地上。可我爸话一出，他就立马被扔了出去。欺辱了我段家，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。他还想继续挣扎，可我爸连看都懒得看他，直接离开了宴会。仅半天，就有人来报：段总，事情已经办妥，那个女人已经被送回海氏乡下，有生之年都无法再踏出海氏半步。时隔半年，我因公出差，又回到了海氏。听说高磊被打残双腿，逐出工厂后，因为李云打了招呼，没一个人敢用他，只能靠在菜市场捡烂菜叶为生。前不久，因为投了人家一个包子，又被打断了一只手。至于赵薇薇，被送回海氏乡下后，才3个多月就疯了。现在见了人，嘴里也只会念念叨叨那几句不得好死，下地狱。路人听了难免烦，一顿揍总是躲不掉的。高磊那个便宜姑父李云，最终也自食恶果，在监狱度过了后半生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跟我爸打了个电话，他又让我去追求他朋友的女儿。我打去，这次靠谱吧？总不能再给你儿子头上送片草原了吧？他用最近10亿那个项目跟我打赌，这次人家可是归国海硕，金尊玉贵的世家大小姐，真白富美，高颜值高学历，正好配得上你小子。下机前，我订了束999朵的红玫瑰，去见我未来的老婆，也算是跟过去划了界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